儿子，你年纪不小了，我们徐家人丁不旺，只有你这一个单根独苗，是时候考虑你的婚姻大事了。父亲怎么会突然想起我的婚姻大事？现在南边战局未定，我确实没有心思考虑这个。哈哈哈，你没心思，那就由我替你考虑。父亲，你觉得婉清这个姑娘怎么样？父亲，是想向穆家提亲吗？我跟穆公早有联姻之意。现在穆公将产业交给婉清，婉清一个女孩子独立支撑家业颇为不易。如果有督军辅佐靠山，对她对我们都有好处。不过，不知道你是否对她有意，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想法。婉清秀外慧中，又与我是青梅竹马，我自然是喜欢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私下有跟她表达过好感，但她没有给我回应。儿子，这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私相授受的道理？况且婉清是千金小姐，不是平民百姓家的野丫头，你这样私下示好，太过于轻浮，应该由家里正式提亲才对。怪不得这几天她对我有点生分，原来是怪我对她唐突了。莫急，落成仪式上，我把穆家的所有人都请过来，你的婚事我向穆公提起。你能替婉清不顾生死的去挡枪，我就不相信穆公他会不答应这门亲事。谢谢父亲。好，环境挺好的，真大，多谢多谢啊！好，徐督办，恭喜啊！欢迎欢迎，好，里边请。穆公，听说近日身体不适，在法源寺吃斋念佛，不知身体好些了吗？身体倒是无恙，求个安心罢了。只是把这么重的担子甩给了婉清，这孩子辛苦了。是啊，我刚才也看到她了，确实有些闷闷不乐。一个女孩子担这么重的担子，着实是难为她了。光耀兄，恭贺乔迁之喜啊！多谢谭司令。谭司令，我们光耀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呢。哦，还有什么喜事啊？说出来让我听听，我也沾沾喜气儿。那我就不瞒谭司令了，父亲要替我向穆家求亲。啊？这么突然啊？谭司令到时候记得，一定要来喝我和婉清的喜酒啊！啊，好，那我先跟徐督军打个招呼。里面请。好。光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谭司令对婉清小姐不怀好意。别乱说话。穆公，早就听说你是这沪上有名的票友。哎，怎么样？一会儿和蓝老板合作一出《龙凤呈祥》如何？你听我这嗓子，今天就不在督军府丢丑了。蓝老板的《龙凤呈祥》可谓一绝，今天唱也是为了讨个好的彩头。光耀今年虚岁25，去年在陆军总部当了1年的参谋。如今在沪上任职，也算是独当一面了。不过这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情，我想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成家立业，男人嘛，总得有个家，做事才有底气。听督军的意思是，光耀贤侄看上我们家婉清了。婉清这孩子得体大方，又跟光耀
做过秘书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很是般配。哈哈哈哈。是啊，晚清和光耀从小便相识，青梅竹马。光耀呢，又是这样的人品才华，能够有光耀帮衬，我放心了。哈哈，好好好。爸，我这才刚接手穆家的生意，千头万绪的，而且纱厂还在亏损，我实在无心考虑婚事。婉清，之前是我唐突了，我不该私下跟你表示的。父亲已经责怪过我了，我向你赔个不是。这么说，婉清，光耀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。婉清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告诉老爸？婉清啊，他人品大家都看到眼里了，私定终身，与理不合。婉清啊，你拒绝光耀是对的，这小子他没规矩，不能让他轻易得手啊！哈哈哈。徐伯伯，爸，我之前拒绝光耀哥呢，倒不是因为唐突。之前穆家舞会，我们把联姻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，是因为当时战事紧急，我们怕有损督军府的名誉。但是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，如果重提婚事，只怕会遭人诟病啊。不，我倒不这么认为，我倒认为恰恰是缘分到了。如果当时那个事情成了，光耀就错过你这个真正的穆家小姐了。哈哈哈，这是命中注定，你们俩要成就一段姻缘。这只怕有人嚼舌根，说督军府不打理军事。怎么会呢？时局不稳，徐穆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。穆公啊，你看这小两口真是一对璧人。哈哈哈哈。是，督军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，是我女儿莫大的荣幸啊。穆公你放心啊。今后婉清就是我督军府的少奶奶，凡事有督军府为她撑腰。穆公，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咱们趁热打铁，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初8，那是个移婚嫁的黄道吉日。好，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，那也是我们家婉清的荣耀，听督军的安排。好，来，喝茶。爸，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些合同要签，我就先走了。婉清，你不听完郎老板的《龙凤呈祥》了吗？我也不懂戏，你们听，我先告辞了。婉清啊，徐督军啊，公司最近生意颇多，婉清心情不佳，多有不周，还望督军和贤侄多多谅解。我倒是挺喜欢婉清这个爽利的性格啊，是个能干大事的姑娘。光耀啊，娶了这么能干的媳妇儿，你可不要被比下去啊！父亲说的是，儿子自当更加努力。好，走，听戏去。好，请。